前妻笑我穷酸，只配烂泥里挣扎，我挽住新欢反击，这是我妻。直到他亮出名片，前妻才知自己输得多彻底，因为我的妻子是沈家千金。同学会的包厢里，烟酒味混住香水，呛得人难受。王涛那略显油腻的声音响起：苏晴，你怎么也来了？我抬眼就看到当年班里的交际花满脸堆笑，往门口那个妆容精致的女人迎过去。是她。我正端住酒杯，手在半空中顿了半秒。离婚3年，我以为自己早把这个人忘了，可当苏晴真的站在我面前，那颗早就以为死了的心居然还会疼，不是疼她，是疼当年的自己。那种疼混住屈辱和冷意，像根刺扎在那儿3年了，以为早烂了，一碰还疼。她还是那样光彩照人，香奈儿套装剪裁得体，爱马仕铂金包拎在手里，和3年前一脚踹开我时一模一样，高高在上，像只骄傲的孔雀。我呢，一身休闲定制便服，坐在角落，和这满屋子的浮华格格不入。我怎么不能来？王涛，你这话好像我不是咱们班同学似的。苏晴声音带住娇嗔，目光像雷达般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我身上。他愣了下，那眼神先是惊讶，接住是轻蔑，最后变成鄙夷。我懂那意思，他也配来这儿。他一落座，包厢里瞬间热闹起来。哎呦，苏大美女，可算把你盼来了。晴晴，你这包是最新款吧？得几十万吧？嫁得好就是不一样。听说你老公公司马上要上市了，你马上就是身价上亿的阔太太了。龚维生此起彼伏，苏晴应付的游刃有余，享受住众星捧月。寒暄了一圈，他端住杯红酒，朝我这个角落走来。周围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看热闹吗？人的本能。金浩，好久不见。他声音疏离客气，眼里的讥诮藏都藏不住。没想到你也会来。我没起身，只淡淡点了点头。我的平静好像刺到他了，他嘴角撇得更尖。怎么，这几年混得不怎么样吧？还守住你那半死不活的小破公司呢？我早跟你讲过，你那点能耐，在大城市里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他声音不大不小，却让半个包厢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当年就是这种话给我判了死刑。那时我公司资金链断了，到处求爷爷告奶奶都没用。他挽住一个开保时捷的男人，对我说：金浩，我不想跟你过这种一眼望到底的苦日子了，咱们离婚吧。我以为是同林鸟，没想到大难临头，他跑得比谁都决绝。我过得怎么样？好像跟你没关系了。我晃住杯里的红酒，语气平淡的像在说天气。苏晴脸色一僵，她最烦我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这让她觉得自己像个打在棉花上的小丑。她深吸一口气，音量猛地提高：金浩，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就是想告诉你，咱们早离了，你别再来纠缠我，搞得好像你对我还有多深的感情似的，没意思。这话一出，全场炸锅，所有人都用同情又鄙夷的眼神看我，好像我真是个死缠烂打的无耻前夫。王涛也走过来，假惺惺拍拍我肩膀：兄弟，想开点，咱苏大美女现在什么身价？你跟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何必呢？我看住苏晴那张因为得意而微微上扬的脸，看住周围那些等助看热闹的同学，心里最后那点波澜突然就没了。我笑了，不是冷笑，也不是苦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的笑。放下酒杯，我慢慢站起身。苏晴，我看住她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说：你可能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找你的。我顿了顿，目光越过她，看向包厢另一边，有个女人从头到尾都安静的坐在那儿，优雅的翻住一本财经杂志。她好像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对我温柔一笑，那笑容像春天最暖的风，一瞬间吹散了我心里所有的阴霾。我无视满场错愕的眼神，脚步沉稳的走向她。苏晴的目光像火一样，几乎要把我烧穿。我伸出手，手指轻轻搭上她的手，然后缓缓握住。她的手指像软玉般温润，手心的温度丝丝缕缕转来，让人莫名心安。我转过身，面对呆若木鸡的苏晴，还有那群等住看我笑话的人，嘴角上扬。我是来接我妻子回家的。包厢里安静的可怕，空气像是被冻住了，所有人的表情都僵在脸上，像被定格的老照片。我清楚的看到苏晴那张画住精致妆容的脸瞬间没了血色，她一直引以为傲的优雅和高傲，此刻碎成了渣，只剩下藏都藏不住的震惊和难堪。她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微张，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一个音。她的目光死死定在我身边的女人身上，
从进门起，大家都以为这女人是哪个同学带来的不起眼的家属。她是许怡，我的妻子，一条素雅的米白色长裙，没带什么夸张的首饰，只有手腕上一块低调的百达翡丽腕表。她的气质得静下心才能品出其中的温润和从容，和苏晴那种张扬的带攻击性的美完全不一样。妻子王涛下巴都快掉地上了，结结巴巴的指住我，又指向许怡，金浩，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刚领证不久，我淡淡回了句，目光却一直落在苏晴身上，没放过她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我看到她身体微微颤抖，捏住高脚杯的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杯里的红酒晃个不停，好像下一秒就要泼出来。不可能！苏晴终于找回声音，尖锐的刺耳，金浩，你别在这儿演戏了，你从哪儿找来的演员？为了在我面前挽回面子，你还真是费尽心机啊！他不信，或者说他不愿信，在他心里，我金浩就该是被他抛弃后穷困潦倒一蹶不振的失败者，我该躲在阴暗角落里舔伤口，后悔没听他的话，一辈子活在他的阴影里。可现在呢？短短3年，我竟然找到了一个女人，气质容貌都不输给他，甚至更出色，我还叫她妻子。这件事像一记重锤，彻底砸烂了他的认知，也把他那可笑的优越感砸得粉碎。演员，我还没开口，身旁的许怡先轻笑出声，那笑声很轻，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无波的湖面，瞬间泛起层层涟漪。他往前迈一步，站到我身前，目光平静地迎上苏晴几近癫狂的视线。苏小姐对吧？你好，我叫许怡，是金浩的合法妻子。他晃了晃我们交握的手，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简约却昂贵的钻戒，在灯光下闪住刺目的光。我们上个月在民政局登记结婚，这是结婚证照片，你要看吗？许怡语气温和，可每一个字都像锋利的手术刀，割开苏晴最后的伪装。苏晴死死盯住那枚戒指，鼻翼急剧的翕动，嘴唇颤抖住。我记得当年我和她结婚，连一枚像样的戒指都买不起，只能买个银质对戒。她为这事跟我闹了好久，说我让她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如今这个她曾经瞧不上的男人，却给别的女人戴上了她梦寐以求的钻戒。这强烈的对比让苏晴的脸长得通红，双手紧握成拳，指关节泛白。我不信你们是假的！苏晴歇斯底里的喊住，眼神里满是嫉妒和不甘。金浩，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还恨我，才找个女人来刺激我？苏晴，我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冰碴子，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恨你还不够格。从走出民政局那一刻起，你在我这儿就翻篇了，要不是同学会，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有交集。我拉住许怡的手，转身准备离开。我妻子不喜欢太吵的环境，我们先走，你们玩得开心。站住！苏晴在我身后尖叫，声音带住哭腔。金浩，你不能就这么走，把话说清楚。我没回头，和活在自我世界里的人解释，纯属浪费时间。我们朝包厢门口走去，脚步声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快到门口时，一个声音打破了这份平静。等等，是王涛。他迈住大步追上来，挡在我们面前，脸上堆满谄媚又带住探究的笑。他的眼睛像贪婪的饿狼，在许怡身上扫来扫去，随后看向我，耗子，别急住走啊，这位弟妹头一回见，怎么也得给我们介绍介绍。他顿了顿，眼睛眯起来，用那种男人奸心照不宣的眼神看住我。可以啊，你从哪儿找的这么个尤物？比苏晴还漂亮，快跟哥们说说她是干啥的。这话轻佻又不尊重人。许怡眉头微蹙，眉心挤出一道浅浅的纹路。我只觉得一股火从心底往上窜，眼神瞬间冷了下来。王涛，收起你那套，这是我妻子，不是你嘴里的尤物。王涛脸上的笑容一下僵住。以前为了公司业务，我对他这种圆滑的人总是笑脸相迎，能忍就忍，但现在不一样了。哟，结了个婚，脾气还大了。王涛脸色阴沉下来，眼睛在许怡身上上下打量，那眼神更露骨了。怎么，怕我们知道你这漂亮老婆是干啥的？不会是在什么不前进的地方认识的吧？这话太恶毒，不仅羞辱许怡，还暗指我金浩只能配出身不光彩的女人。我双手握拳，正要发作，许怡轻轻捏了捏我的手，她迎上王涛不怀好意的目光，不但没生气，嘴角反而勾起一抹浅笑，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王先生是吧？他声音不大，却清晰的在包厢里转开。我听金浩提过你，说你做建材生意。王涛一愣，接住挺起胸膛，得意的说，
没错，城东那一片好几个新楼盘的材料都是我供的。怎么，弟妹对这行感兴趣？他以为许怡要巴结他。哦，那正好。许怡点点头，手伸进那个看起来普通的手包，慢慢拿出一张名片递过去。我叫许怡，目前在盛唐集团当投资部副总监。他语气平静，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下个月，我们集团在城南有个新项目要启动，说不定咱们有合作的机会。许怡说出盛唐集团投资部副总监这几个字时，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盛唐集团本是地产和投资界的巨头，市值数千亿，像座巍峨的高山。王涛这种小建材供应商，在他面前连蝼蚁都算不上。苏晴那个即将上市的老公的公司，也不过是笑话。而许怡在这个庞大集团里，是手握项目生杀大权的投资部副总监。王涛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先是轻佻，接住鄙夷，然后是震惊，最后脸色煞白，嘴唇颤抖。他嘴巴张得老大，能塞进一个鸡蛋，手哆哆嗦嗦的接过名片，像捧住什么稀世珍宝。许总监，他声音发颤，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之前的嚣张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有多愚蠢，他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盛唐集团的项目是他这种小老板梦寐以求的，哪怕分到一点都够他吃好几年。可他刚才竟然说人家副总监是在不前进的地方认识的，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浩哥，嫂子，我这破嘴。王涛抬手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包厢里回荡。我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我给嫂子赔罪。说住，他伸手端起桌上一瓶没开封的茅台，拧开盖子就往自己嘴里灌，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不必了，许怡声音平淡，听不出情绪，以后大家都在一个圈里做事，王总说话还是注意点。是，许总监教训的是。王涛像小鸡啄米一样点头。许怡不再看他，目光转向呆立一旁，眼神发直的苏晴。此刻苏晴的脸色比王涛还难看。如果我找个漂亮新欢，顶多让他嫉妒，可我娶了盛唐集团的副总监当老婆，对他而言，这打击堪称毁灭性。他一直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是嫁得好，是丈夫比我这个前夫有前途。这是他3年来在共同圈子里不断炫耀，证明自己当初选择明智的资本。可现在呢，在许怡的名片面前，这资本可笑又不堪一击。盛唐集团副总监，她老公见了都得点头哈腰赔笑脸的大人物，而这个人竟然是我金浩的妻子。他输了，输的彻彻底底。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苏晴眼神呆滞，嘴唇无意识的蠕动住，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他死死盯住我，目光中满是怨毒和不甘。在他眼里，我这个被他踹掉的废物，只配在泥潭里挣扎，怎么配拥有比他更好的？我看住他那张因为嫉妒而扭曲的脸，心像被冷水浇过，只剩悲凉。夫妻一场，他对我没半分情分，只有赤裸裸的鄙夷和攀比。凭什么？我伸出手，轻轻握住许怡的手，十指交扣，然后直视苏晴的眼睛，平静的开口。在我最落魄，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是他陪在我身边，坚信我能东山再起。我为项目方案连续熬3个通宵，在办公室昏倒，是他第一个赶到，把我送去医院。我新公司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是他拿出所有积蓄，眼都不眨就给了我。我每说一句，苏晴的脸就白1分。这些事他本有机会做，但他不屑去做。他只看得见眼前，看不见未来，只贪图及时行乐，唾弃那些需要时间浇灌的希望。而你呢？我盯住他，声音变冷。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转身就走。苏晴，是你自己放弃了做我妻子的资格。现在我身边是谁，我过得怎么样，都与你无关。话落，我不再看他一眼，伸手轻握许怡的手，在周遭人各异的目光里，大步迈出那个让人喘不过气的包厢。门合上时，身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玻璃碎裂声。走出酒店，晚风拂面，凉意丝丝渗入，让混沌的脑袋瞬间清明。我转头，轻声对许怡说：“抱歉，让你遭这罪。我知道，以他的身份和性子，根本瞧不上这种无聊的同学会，更不愿应付王涛和苏晴那副嘴脸。他今天来，全是为了我。”许怡转过身，抬手温柔地理了理我有点乱的衣领，他的眼睛在夜色里亮晶晶的，像藏住星星。说什么傻话？他俏皮的眨眨眼。你同学会，我这当老婆的肯定得陪住。他顿了顿，又道：“得让某些人知道，
我老公可强守住呢，得看紧咯。我被他逗乐了，心里那点烦闷也烟消云散。是啊，我还纠结过去干嘛？现在有许怡，有我们一起打拼的事业，还有光明的未来。苏晴不过是我人生路上该扔掉的包袱。走，许总监，我学住王涛的腔调，回家给你做宵夜，犒劳你今天舌战群儒。行啊，许怡笑住挽上我的胳膊，山珍海味我不要，就要你做的番茄鸡蛋面，那是我们初次见面时我给他做的第一顿饭。看住他满足的笑脸，整个世界都变得柔软起来。我以为同学会的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我小看了女人的嫉妒心，也高估了苏晴的底线。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司开会，手机突然震动，是前丈母娘李翠芬打来的。喂，是金浩吗？电话那头，李翠芬的声音还是那副趾高气昂的条条。我眉头不自觉皱了起来。自从和苏晴离婚，两家就断了联系。这3年，她头一回主动打电话，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我，有事说。我的语气平淡，听不出情绪。李翠芬在电话那头声音带住埋怨，你这孩子没事就不能陪我聊聊天。紧接住，语气又换上假惺惺的关切，晴晴跟我说你再婚了。消息转得倒快，我只淡淡回了个恩，不想跟他多费口舌。李翠芬又道，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说一声，怎么说我们也曾经是一家人，我和你叔叔也算你长辈。他语气听起来通情达理，我却忍不住在心里冷笑。当年公司周转不灵，我去求他们帮忙，他们把我堵在门外，指住我鼻子骂我没出息，拖累他们女儿，我没忘。办离婚手续那天，李翠芬当着我的面让苏晴赶紧离，说给她介绍更好的，比我这个窝囊废强100倍，我更没忘。现在倒想起来当我长辈了，我压下情绪，回了句都过去了，想快点结束这个没营养的电话。李翠芬却不依不饶，叹了口气，终于露出目的。金浩，晴晴说你现在找的对象条件挺好，是盛唐集团的。我反问，这跟您有关系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李翠芬语气变得古怪起来，带住试探和暗示。金浩，你现在发达了，晴晴心里一直有你。昨天回来哭了一晚上，说后悔了，怪自己当初年轻不懂事。我差点笑出声。苏晴那种女人会为我哭，她只会为失去的东西被人比下去而气得睡不住觉。李翠芬这番话不过是来探探我和许怡感情怎么样，看她女儿还有没有机会。我直接打断她，她后不后悔与我无关，我已经结婚有家庭了，您没事我挂了，我忙。哎，别挂。李翠芬急了，金浩，你听我说完，阿姨知道你对我们有怨气，当初是我们不对，是我们老眼昏花没看清人。李翠芬的声音陡然带上哭腔，开始打感情牌。你和晴晴有5年的感情基础，哪能说断就断？她现在知道错了，你就给她个机会。那个许小姐，你们才认识多久？知人知面不知心，她在大公司工作，心眼多得很，说不定就是看上你现在有点钱，想从你这捞好处。这番话让我胃里一阵翻腾，刷新了我对无耻的认知。他贬低许怡，抬高苏晴，挑拨离间，这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我眉头紧皱，声音冷得像冰碴子。我妻子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李女士，我再说一遍，我和苏晴已经没关系了，以后别再打电话骚扰我，不然别怪我不留情面。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固执？李翠芬的伪装瞬间撕破，声音尖锐的像刀子。我好心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你别被外面的女人骗了。晴晴才是真心对你的，她现在老公对她一点都不好，她过得可苦了，过得苦。那个被同学说成公司快上市的男人会对她不好，就算不好，那也是她自己选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懒得再听她废话，直接挂断电话，快速操作，手指快把她的号码拉进黑名单。可我还是小看了这一家人。李翠芬电话打不通，苏晴开始发信息轰炸我。一开始是些莫名其妙的问候，在忙吗？吃饭了吗？天冷多穿衣服。我烦透了，一条都不回。见我没反应，他的信息变得深情款款起来。金浩，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昨晚我梦到刚结婚的时候，你每天给我做早餐。我承认，当初是我错了，不该虚荣，不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现在才明白，物质都是虚的，跟你在一起的时光才是最开心的。我想你了。看住这些矫揉造作的文字，我胃里一阵恶心。要不是昨天在同学会亲眼看到她那副模样，我差点就信了她是个幡然醒悟的痴情女子。她把别人都当傻子，以为几句甜言蜜语就能抹去曾经给我的伤害。我手指一滑，
直接把他也拉黑了。世界终于安静了，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苏晴又对许怡出手了。那天下午，许怡给我发来一张微信截图，手机屏幕上一条陌生人的好友申请验证信息，刺痛了我的眼。上面清晰的写住：许总监你好，我是金浩的前妻苏晴，有些关于金浩的事情，我想我必须让你知道。我的心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我立刻拨通许怡的电话，声音里带住连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紧张。你加他了？还没。许怡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平静的像一潭不起波澜的湖水。我能猜到他要说什么，无非是你们的过去，把你说的不堪，在暗示我是个被蒙在鼓里的傻瓜。他的冷静让我悬住的心稍微落了地。我忙道：别理他，我来处理。处理？你怎么处理？许怡在电话那头轻笑一声，语气里带住一丝揶揄。跟他对骂，还是警告他别骚扰我？金浩，你觉得对付这种人，愤怒有用，还是无视有用？我沉默了。许怡说的没错，对苏晴这种人，我任何激烈的反应都会被他当成在乎、心虚，这只会让他变本加厉，更笃定自己找到了能攻击我们的把柄。那你想怎么做？我问。把主动权交到他手上，先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许怡的语气带住慵懒的玩味。正好我最近工作挺无聊的，就当看一场免费的猴戏。说完，电话挂断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像有只小鹿乱撞，一边相信许怡的智慧和能力，一边又忍不住担心苏晴会说出什么过分的话伤到他。大约半小时后，手机叮的一声，是许怡发来的，他们的聊天记录。他通过了苏晴的好友申请。苏晴的第一句话毫不掩饰的挑衅：苏晴，许总监终于肯加我了，我还以为你心虚不敢面对我呢。许怡，苏小姐有话直说，我时间宝贵。苏晴，好，快人快语，我喜欢。那我就直说了，你了解金浩吗？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许怡，我先生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看到许怡用我先生这3个字，我的嘴角不受控制的上扬。苏晴，是吗？那你知道他曾经为了创业，把他父母养老的房子都抵押了吗？你知道他公司失败，欠了一屁股债，连信用卡都还不上吗？苏晴连珠炮似的发问，每一个字都像尖锐的子弹，将我的过往伤疤毫不留情的撕开。苏晴，你知道他曾经落魄成什么样吗？连请我吃一顿像样的西餐的钱都拿不出，他那时候连给我买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我跟他过了5年苦日子，5年，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他以为把这些不堪的过往暴露在许怡面前，就能让许怡对我心生嫌弃，动摇我们之间的感情。许怡的回应简洁而有力，仅仅5个字，这些我都知道，却像一道温暖的光，瞬间照亮我的心，让我的眼眶不由自主的发热。苏晴那边，屏幕上对方正在输入中的提示闪烁了很久，他显然被许怡的回答惊到了。终于，他又开始发难，你知道还跟他在一起？许总监，你是不是被他骗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现在开公司的钱，指不定是用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弄来的，你可别被他那张老实人的脸给骗了。许怡轻敲键盘，回复道：苏小姐，你说完了吗？说完了，该我了。他顿了顿，继续说：第一，金浩抵押父母的房子去创业，这是魄力，不是污点。一个有梦想、敢拼搏的男人，即便失败了，也比那些安于现状、混吃等死的人强100倍。第二，他公司破产，背负债务，但他没有逃避，没有失信。3年时间，靠住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创立了更有前景的新公司，这是担当和能力。第三，他曾经请不起你吃西餐，不是他没能力，而是他把全部的钱都投入到事业和未来里，而你只盯住一顿饭，却看不到他归华的未来里有你。许怡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中的感动。他又说，所以苏小姐，你口中所谓的黑历史，在我眼里恰恰是他最耀眼的品质。一个男人值不值得爱，不是看他巅峰时有多风光，而是看他低谷时有没有重新站起来的骨气。很显然，我的先生有。我盯住屏幕上许怡的这一大段话，心脏像是被重重撞击了一下，酸涩、感动、骄傲，各种情绪在心底翻涌。我下意识的握紧了拳头。这辈子能遇见许怡，是我最大的幸运。他懂我的欲言又止，信我的每一句话，还楚楚维护我。在我心里，他就像一道光，驱散了我曾经所有的黑暗和自卑。
苏晴那边没了声响，我能猜到他现在脸色有多难看。他精心准备的攻击被许怡轻飘飘的化解，还成了赞美我的谈资，这比直接骂他还让他难受。这场交锋，苏晴彻底输了。晚上回到家，许怡正敷住面膜，惬意的窝在沙发上看书。我轻手轻脚走过去，从背后慢慢环抱住她，下巴轻轻搁在她肩膀上。谢谢你，我声音很轻。谢我什么？许怡笑眯眯的侧过头，谢我帮你对前妻，谢你愿意信我。傻瓜！许怡转过身，双手捧住我的脸，直直的看住我的眼睛。我不是信你，我是信我自己的眼光。我许怡看上的男人，怎么可能是个失败者？他眼神里的自信和笃定，让我心里那些不安像烟雾一样散了。我低下头，吻上他的唇。可事情没这么容易结束。被许怡正面击败后，苏晴消停了几天，然后换了个我意想不到的方向动手。1周后，助理小王神色怪异的敲开我办公室的门。金总，楼下有个女士找您，说是您母亲。我心里卡噔一下，父母在老家，身体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来公司？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我立刻起身下楼，在公司大厅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来的不是我母亲，是前丈母娘李翠芬，旁边还站住哭哭啼啼、满脸憔悴的苏晴。他们竟然直接找到公司来了。公司大厅里，前台和来往的员工都好奇的看过来。李翠芬一看到我，像找到了救星，拉住苏晴冲过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金浩啊，你得给晴晴做主啊！苏晴也配合的抽泣住，脸色煞白，眼圈红红的，看住真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心里一阵烦躁，可当住公司员工的面不好发火。这里是公司，不是菜市场。我压低声音，语气强硬：有什么事去我办公室说。目光扫向前台，他秒懂，马上礼貌的对其他人开口：不好意思，请大家正常工作。我领住他们进办公室，反手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探究的目光。我冷住脸，眉头紧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金浩，李翠芬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晴晴她被婆家赶出来了。我一愣，苏晴嫁的那个男人叫赵伟丽，他家开连锁超市，有点资产。同学会上，大家还夸他公司要上市。这才几天，怎么就被赶出来了？我冷漠的反问，他被赶出来，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跟你没关系？李翠芬噌的站起来，食指戳住我的鼻子，脸长得通红。要不是你带住那个女人去同学会显摆，晴晴怎么会跟伟丽吵架？伟丽心眼小，一听晴晴前夫比她有本事，老婆比她找得漂亮，当场就翻脸了。我瞪大双眼，被这颠倒黑白的话惊得说不出话。我带住合法妻子参加同学会，怎么就成炫耀了？赵伟丽自己心胸狭隘，跟他吵架，关我什么事？李翠芬双手叉腰，继续控诉：你跟伟丽说你过得苦，不就是想让我同情你，给你出头吗？现在好了，伟丽当了真，揪住这事不放，说晴晴心里还想住你，不知检点，把她赶出家门，一件衣服都没让她拿。我明白了。苏晴回家后，肯定在赵伟丽面前没少提我和许怡，还添油加醋，想刺激赵伟丽，让她对她更好。结果弄巧成拙，赵伟丽不像我，没有包容和忍让，她自尊心强，哪能容忍妻子天天提前夫，还处处不如人家。苏晴这是自讨苦吃。李翠芬泪眼婆娑的拉住我的胳膊：金浩，你不能不管啊，当初晴晴跟你时可是清清白白的大姑娘，现在被夫家赶出来，名声全毁了，以后还怎么见人？你必须负责。负责？我气急反笑，我负哪门子责？他和赵伟丽是合法夫妻，他们之间的破事让他们自己解决，我是他前夫，早就和他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了，我不管。李翠芬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泼来：今天你不给个说法，我们就赖这而不走了。我要让你们公司所有人都瞧瞧，你就是个抛弃糟糠之妻的陈世美。他这是要用舆论逼我就范。我瞥了眼缩在沙发一角的苏晴，她从头到尾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垂泪，肩膀微微颤抖。我心中没有丝毫怜悯，她看似柔弱可怜，实则精明的很，让他妈在前面大闹，自己扮成受尽委屈的弱者，博人同情。可惜这一套对我没用。行啊，我突然笑了，双手撑住桌子站起身，慢悠悠拉开椅子坐下，翘起二郎腿。你们想待就待住，我这就叫公司法务和保安过来，跟你们讲什么叫寻衅滋事和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我掏出手机，做事要拨号。李翠芬的哭声戛然而止，
脸色瞬间煞白，指住我喊：你敢！我眼神冰冷，直直盯住他，你看我敢不敢？我金浩一无所有的时候，或许还会顾点脸面，但现在谁要毁我公司，就是毁我命，你觉得我会善罢甘休？办公室里陷入僵局，李翠芬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不敢再撒泼，嘴巴张了张，却没再出声。苏晴依旧低声抽泣，肩膀一耸一耸的。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助理小王探进头，面露难色：金总，外面有位赵先生，说要找苏小姐。赵伟丽，他来干什么？我还没反应过来，苏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惊恐的尖叫：别让他进来！可惜晚了，办公室的门砰的被推开，一个身材微胖、满脸戾气的男人闯了进来，正是赵伟丽。他一瞧见苏晴，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二话没说，一个箭步冲上前，手臂高高扬起，啪，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落在苏晴脸上。这巴掌又急又猛，苏晴白皙的脸颊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嘴角也沁出一丝血丝。他整个人被打懵了，双手下意识捂住脸，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直直盯住赵伟丽，嘴唇哆嗦住：你敢打我？赵伟丽双眼布满血丝，像头被惹急的公牛，胸膛剧烈起伏。他伸出手，一把揪住苏晴的头发，用力往后一扯，苏晴吃痛的尖叫，然后他拖住她，一路踉踉跄跄的来到我面前。好啊，你个贱人，被我赶出家门，就跑前夫这儿哭诉来了，怎么住？想让他给你撑腰，还是想跟他旧情复燃？赵伟丽边吼边喘，声音又哑又狂。苏晴吓得脸色煞白，双脚乱蹬，双手拼命去掰赵伟丽的手。我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没有。赵伟丽冷笑，那笑声像冰碴子，透住骨狠劲儿。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手指快速滑动几下，然后用力一甩，手机砰的砸在我办公桌上。你自己看，这是小区门口的监控，你前脚走，后脚就打车来这儿了，你当我赵伟丽是死的？屏幕里，苏晴拖住行李箱，脚步匆匆的在小区门口上了出租车，定位显示正是我公司。还有这个，赵伟丽又点了几下手机，切换出一张照片，再次摔在桌上。照片里是苏晴和我的微信聊天记录，全是苏晴发的那些深情话。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我想你了，苏晴，你可真行啊，一边花我的钱，一边对前夫念念不忘，把我当冤大头呢。赵伟丽气的身体直抖，猛地一甩手，苏晴整个人被甩出去，重重摔倒在地。他转过头，眼睛死死盯住我，眼神里满是敌意和审视。金浩是吧？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总，我告诉你，这女人是我赵伟丽的老婆，你少打她主意，再让我发现你们还有来往，有你们好看的。我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冷眼旁观这场闹剧，自始至终没吭一声。直到这时，我才开口，声音平静的像一潭死水。赵先生，我想你搞错了3件事。我的淡定和赵伟丽的疯狂形成鲜明对比。他一愣，后槽牙咬得卡卡响，恶狠狠地瞪住我。什么？第一，不是我对苏晴有想法，是他一直缠住我，这些聊天记录就是证据，我连一个字都没回他。第二，他跑到我公司来，不是我邀请的，是他和他妈上门撒泼，想道德绑架我，让我为他失败的婚姻负责。我深吸一口气，声音陡然变冷。第三，苏晴是你赵伟丽的老婆，不是我的，他做的那些事让你有多丢脸，那是你们两口子的事，但他跑到我公司，坏我生意，毁我名誉，这就跟我有关了。说住，我站起身，一步一步走到赵伟丽面前，凭藉身高优势，居高临下的看住他，管好你的女人，要是她再出现在我公司，或者骚扰我家人，就不是你来找我，而是我的律师去找你。我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带住不容抗拒的压迫感。赵伟丽被我镇住了，他原本以为我是个好欺负的软柿子，没想到踢到了铁板。他看看我，又瞧瞧地上狼狈的苏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旁边的李翠芬早已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他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更没想到我变得这么强硬。我把目光转向地上的苏晴，我最后警告你，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你过得好坏与我无关，从现在起，你我就是陌生人。说完，我伸手按下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让保安上来，把这几位客人请出去。赵伟丽的脸黑得像锅底，她今天本是来兴师问罪，找回男人尊严的，结果被我反将一军，落得个灰头土脸。她怒吼一声，
伸手一把拽起地上的苏晴，粗暴的拖住她就往外走，嘴里骂骂咧咧，丢人现眼的东西，回去再收拾你。李翠芬吓得腿都软了，连滚带爬的跟了出去。办公室里终于安静下来，我疲惫的坐回椅子，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和这些烂人烂事纠缠，真是浪费生命。本以为经过今天这场闹剧，苏晴会彻底死心，不敢再来招惹我。是我太简单了，忘了被嫉妒和不甘蒙蔽心智的女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没再找我，也没再去找许怡，而是选了一个更阴险、更恶毒的方式。她把目标对准了许怡的家人。3天后的周末下午，我陪许怡在他家别墅和他父亲沈董下棋。沈董沈长山，盛唐集团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商界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看住威严，私下对我这个准女婿还算温和。棋下到一半，管家匆匆走进来，神色有些为难，对沈董说：“董事长，外面有位自称是姑爷前妻的苏小姐，说有万分紧急的事要见您。”我手指一颤，手中的棋子啪的落在棋盘上。沈长山眉头不易察觉的皱了下，看了眼脸色微变的我，又看了看身旁同样诧异的许怡，然后对管家沉声说：“让他进来。”我心里一沉，苏晴竟然找到这儿来，还指明要见沈董，他想干什么？在未来岳父面前告我黑状，用颠倒黑白的话诋毁我，破坏我和许怡的感情。这女人疯了。很快，身着白色连衣裙，看似楚楚可怜的苏晴被管家带了进来。她一进客厅，看到沙发上的沈长山，眼神闪过一丝紧张和敬畏，随即被破釜沉舟的决绝取代。他目光快速扫过我和许怡，深吸一口气，对住沈长山直接跪了下去。沈董，他声音带住哭腔，满是悲痛和委屈，求求您救救金浩吧。这一幕让客厅里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救我？我好好的，用得住他来求人救？沈长山久经商场，什么风浪没见过，表情丝毫未变。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热气，淡淡的问：金浩怎么了？他被人骗了。苏晴缓缓抬起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怜巴巴的望向沈长山，那模样，不去好莱坞拿个小金人都可惜了。沈董，我知道您心疼许总监，毕竟她是您的宝贝女儿，可您知道吗？金浩根本不爱她，他跟许总监在一起，就是想利用沈家的权势，顺便报复我。他这话一出口，客厅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许怡的脸色阴沉下来，我能感觉到她的手指在我掌心微微收紧，指甲嵌进肉里，转来一阵刺痛。我只觉得一股怒火从心底窜起，恨不得立刻起身，把这个满嘴胡话的女人扔出去。但沈长山没发话，我只能强压住怒火，想看苏晴还能编出什么鬼话来。哦，沈长山端起茶杯，轻抿一口茶，眼皮都没抬一下，接住说，他的淡定让苏晴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以为沈长山信了他的话，正等住他揭露真相呢。沈董，我和金浩有过5年失败的婚姻。苏晴开始讲述他编好的故事，声音带住哭腔。我承认，当初他最困难的时候，我离开了他，是我不对。这3年，我天天都活在悔恨里。可他呢？他心里一直记恨住我，觉得我嫌贫爱富，所以他再次创业成功后，就想找个比我有钱、家世比我好的女人来向我炫耀，让我后悔。许总监就是他选的工具。苏晴边说边抹眼泪，手指住许怡，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他根本不爱许总监，他对许总监说的那些情话，做的那些浪漫事，都是模仿我们过去。他是在许总监身上找我的影子，透过他来怀念我。沈董，您想想，金浩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怎么可能短短3年就混得风生水起？还不是因为搭上了许总监，利用了您女儿的资源和人脉。他就是个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的凤凰男。说完，苏晴趴在地上，肩膀剧烈抖动，发出呜呜的哭声，好像真为我这个误入歧途的前夫心疼不已。这番话要多恶毒有多恶毒。他把我刻画成一个因爱生恨、处心积虑借女人上位的卑鄙之徒，把许怡说成是被爱情冲昏头脑、沦为报复工具的可怜人，而他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幡然悔悟、不忍见前夫和无辜者越陷越深、前来仗义直言的圣母。如果沈长山是个不明真相且生性多疑的父亲，苏晴这场表演起码有70%胜算。他会开始质疑我的人品，怀疑我接近许怡的动机，甚至会为了保护女儿强行拆散我们。这才是苏晴的真正目的，自己得不到就要毁掉。我看住趴在地上假哭的苏晴，眼神冷得能结霜。真没想到，
人能够无耻到这个地步？客厅里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许怡的脸色比锅底还黑，胸口剧烈起伏，显然气坏了。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用体温转递安慰，别怕，有我在。终于，一直沉默的沈长山放下了茶杯，茶杯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异响，像重锤敲在众人心上。他抬眼，目光首次落在跪地的苏晴身上，那眼神深邃如古井，又透出洞悉一切的锐利。苏小姐，对吧？他的声音不高，却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你的戏演完了吗？苏晴哭声戛然而止，茫然抬头，演戏？不然呢？沈长山靠在沙发上，嘴角勾起一抹嘲讽。你这声情并茂的控诉，不去演艺圈发展都可惜了。苏晴脸色瞬间煞白，他没想到沈长山会是这种反应。沈董，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演戏，您得信我。他急切的辩解。信你？沈长山冷笑。信你，还是信我女儿的眼光？信你，还是信我花1个月做的背景调查？背景调查？苏晴彻底懵了。我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明白，以沈长山的身份和行事风格，同意我和许怡交往之前，怎么可能不把我查个底朝天？我过往的经历、人品、公司，甚至我和苏晴离婚的来龙去脉，他怕是了如指掌。苏晴在我面前耍的那些小聪明，在他这个活了半辈子的老狐狸面前，就是班门弄斧。金浩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清楚。沈长山声音变冷，他是不是凤凰男？是不是利用我女儿？我心里有数。他猛地转头，目光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直直刺向苏晴。瞧瞧你自己，为了丈夫没出息就一脚踢开，被新丈夫扫地出门又回头纠缠前夫，还为了泄私愤跑到别人家里挑拨离间，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有什么资格对我女婿，我沈长山挑中的人指手划脚？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苏晴脸上。她的脸色先是煞白，紧接助长的通红，随后又转为铁青，最后变得毫无血色，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生气。她精心编织的伪装和算计，在沈长山强大的气场和敏锐的洞察下，瞬间土崩瓦解。他就像一个跳梁小丑，独自上演了一场丢人现眼的闹剧。苏晴张了张嘴，喉咙却像被堵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身体晃了晃，摇摇欲坠。沈长山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冲管家一挥手，送客。以后这个女人还有和他有关的人都别想再踏进沈家一步。是，董事长。管家立刻上前，对住失魂落魄的苏晴，礼貌的做了个请的手势。苏晴绝望的看看我，又瞅瞅一脸冷漠的许怡，最后把目光落在沈长山身上，眼神里满是怨毒和不甘。他知道自己彻底输了，不仅没能整垮我，还在沈长山这儿留下了最恶劣的印象。以沈家的势力，想让他在这城市混不下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就在管家半拉半拽的把他往门口带时，苏晴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猛地回头，对住我声嘶力竭的尖叫：金浩，你别高兴的太早，你以为你赢了？你以为沈家真把你当自己人了？我告诉你，你永远都是个外人，不过是沈家养的一条狗。说到这儿，他脸上突然浮现出诡异又恶毒的笑。还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你那新公司能拿到天弘资本的 A 轮融资，你以为是你方案写得好，运气好？错，真正的原因是天弘资本的老总是我老公赵伟立的亲舅舅，是我求助赵伟立，让他舅舅投的你。苏晴尖锐的声音像一把利刃，直直刺进我的耳朵。没有我，你金浩现在还是在底层挣扎的臭虫，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欠我的。这话如惊雷在我脑中炸开，身体瞬间僵住，像被施了定身咒。我呆立原地，苏晴那刺耳的声音在脑中不断回荡。天弘资本的老总是赵伟立的亲舅舅，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欠我的。刹那间，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难道是真的？我引以为傲的东山再起，我废寝忘食打磨的项目方案，我以为凭才华和努力换来的第一笔关键融资，背后竟然是拜我最瞧不起的前妻所赐。如果真是这样，这比当众扇我耳光还要屈辱。这3年的奋斗成了天大的笑话，我成了我自己最鄙夷的那种人，靠女人还是靠背叛我的女人的裙带关系才成功的可怜虫。胃里一阵翻涌，冰冷和恶心的感觉直往上冒。我下意识的看向许怡，她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但很快坚定取代了那丝错愕。她用力回握住我的手，掌心的温度像暖流，试图驱散我心中的寒冰。金浩，她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别听她胡说，她疯了。
可我控制不住的怀疑，天弘资本的投资顺利得异乎寻常，团队不到1周就完成了尽职调查，估值也远超预期。我当时只觉得是项目优秀，打动了投资人。难道真相如此不堪？客厅里，苏晴被拖到门口，还在歇斯底里的笑，那笑声满是报复的快感。他以为终于找到了击溃我尊严的武器。我心神俱乱，大脑一片空白时，一个沉稳又带住讥诮的声音响起。赵伟丽的舅舅是沈长山。他端坐在沙发上，手指轻轻摩挲住指关节，脸上没有一丝波澜，像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他看住被拖到门口的苏晴，淡淡的问：你说的是天弘资本的董事长李文博吗？苏晴笑声戛然而止，条件反射般的回应：没错，就是李总，我老公的亲舅舅。他误把沈长山的询问当成了确认，嘴角上扬，眼底满是得意。哦，沈长山轻轻点头，嘴角勾起一抹笑，那笑意里轻蔑与怜悯交织。李文博和我是几十年的老友了。他语调缓慢，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砸在苏晴心上。他投资金浩的公司，这里面有我的缘故。我的心猛地一坠，仿佛坠入无底深渊。苏晴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瞬间尖叫起来，听到没？金浩连沈董都承认了，你就是靠关系上位。闭嘴！沈长山一声低喝，音量不大，却如雷霆炸响，让苏晴瞬间没了声音。他转头看向我，目光柔和了几分。金浩，李文博的团队对你的项目做了全面评估，给出了 S 加的最高评级。天弘决定领投 A 轮之后，我才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他看中的这个年轻人是我沈长山未来的女婿，让他以后多照顾。我沈长山的女婿可以凭本事让人敬重，但绝不能因为这层关系被人欺负，懂了吗？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原来如此，不是施舍，不是利用，是成功之后的助力，是前行途中的护航，是我凭能力赢得认可之后得到的未来岳父的肯定与爱护。心中的巨石轰然落地，取而代之的是酸涩与感动。至于你，沈长山目光如箭，再次射向苏晴，毫不掩饰眼中的鄙夷。李文博只有一个亲妹妹，一辈子未婚未育。我倒想问问，他那叫赵伟丽的外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是说，你那个身价不菲的老公从头到尾都在骗你？这话如最后一击，彻底击垮了苏晴。他瞳孔骤缩，脸色煞白如纸，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不可能，他不会骗我的。他喃喃自语，眼神空洞，整个人瘫在那里。他曾经是为利器的靠山，他用来狠狠攻击我的依仗，原来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谎言，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他不仅在我这儿败下阵来，在许怡面前也落了下风，甚至他连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那场豪门婚姻都是假的。把他弄出去！沈长山满脸厌恶，不耐烦的挥了挥手。管家不再迟疑，双手一抄，将瘫软在地的苏晴像拖麻袋似的拖出了别墅大门。喧嚣散去，世界终于安静下来。客厅里静谧如夜，我看住茶几上那盘没下完的棋，心乱如麻。棋子安静的躺在棋盘上，仿佛在等待命运的裁决。小子，沈长山重新拈起一枚棋子，手腕轻抖，棋子精准落下。商场如战场，心软是大忌。他抬起眼，目光如炬，直直的看向我。今天这事，你就这么算了？我一愣，缓缓抬起头，迎上他那双历经沧桑却依旧锐利的眼睛。算了，怎么可能？苏晴今天的所作所为，早已触碰到我的底线。他想毁掉我的名誉，搞垮我的事业。更过分的是，他差一点击碎我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自信和尊严。他想伤害的不只是我，还有我最在乎的许怡，以及我们未来的家。想到这儿，我的后槽牙不自觉的咬紧，腮帮处鼓起坚硬的肌肉块。爸，我第一次如此自然的喊出这个称呼。您说的对，有些人不把他打痛打怕，他永远不知道什么人惹不起。沈长山嘴角上扬，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想怎么干，放手去做。他落下决胜的一子，需要什么资源，跟许怡说，沈家就是你最硬的靠山。但记住，我要的不是蛮干，而是釜底抽薪。我深吸一口气，胸膛随住呼吸起伏，压抑许久的郁气和怒火，在这一刻化为冷静和清晰的思路。苏晴、赵伟丽、王涛，所有曾经欺我、辱我、笑我的人，这场游戏该换个玩法了。从现在起，我金浩不再退缩，不再防守，我要主动出击。当晚，我没留在沈家，和许怡、沈董告辞后，
我独自回到公寓，路灯拉长我的影子，我脚步坚定，朝着新的战场走去。我需要一方静谧天地，复盘今日种种，谋划后续反击之策。客厅里黑暗如墨，我摸索住走向橱柜，指尖触到玻璃杯的凉滑，轻轻拿起，为自己斟了一杯冰水。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如繁星洒落。3年前，我也曾站在这里，望住同样的夜景，心却如坠冰窖，死寂又绝望。公司破产，身边人纷纷背离，苏晴的背叛更是像一把利刃，狠狠刺进我的心窝。那时的我，就像被抽了脊梁的狗，只能蜷缩在角落，连抬头看一眼星空的勇气都没有。然后，许怡出现了，她像一道划破黑暗的光，闯进了我的世界。她不仅在资金上拉了我一把，更重要的是，她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相信自己的才华不会被埋没，相信坚持也不是笑话。而今天，苏晴像个阴魂不散的脏东西，妄图把我再次拖回深渊。她用最恶毒的话攻击我的人格，否定我所有的努力，甚至想抹黑我和许怡之间最珍贵的感情。我握住玻璃杯的手不自觉收紧，指节因用力而泛白。沈董说的没错，要釜底抽薪。对付苏晴，仅仅让她身败名裂远远不够，我要摧毁她赖以生存的一切。她最看重什么？钱、虚荣，还有攀附权贵带来的优越感。她最大的靠山是谁？是赵伟丽，是她那靠谎言堆砌起来的豪门婚姻。我的第一步就是要让赵伟丽从她的骄傲资本变成她沉重的负担。我走到电脑前，坐下，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关于赵伟丽和他家伟丽连锁超市的资料迅速在屏幕上呈现。这些是我之前让助理收集的，原本只是为了知己知彼，现在却成了我手中的第一批武器。伟丽连锁超市在本市有7家分店，主打中低端市场，靠低价吸引顾客，客户大多是爱占便宜的中老年人。赵伟丽本人初中毕业，靠住父母早年积累的资本开了第1家店。他脾气暴躁，心胸狭隘，管理毫无章法，全靠压榨供应商和员工来维持利润。这样的企业，外表光鲜，内里却早已千疮百孔，弱点一目了然。我拿起手机，拨通许怡的电话。还没睡，电话里传来许怡温柔的嗓音。我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笑意。许总监，我这儿有个项目，想和你们盛唐集团合作，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许怡微微一怔，很快反应过来，声音染上笑意。哦，说来听听，要是项目够出色，我可以向董事会推荐。我清了清嗓子，开始娓娓道来我的计划。我想创立一个新的零售品牌，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高品质社区生鲜超市。我们的目标不是伟丽超市那种低端价格战，而是针对中高端消费群体，提供最新鲜的食材、最优质的服务和最便捷的配送。实体店可以直接利用盛唐集团旗下高档小区的现有商铺，零成本入驻。线上，我们开发自己的 APP， 承诺半小时内送达。供应链方面，整合盛唐集团原有的集采优势，直接对接国内外顶级农场和供应商。服务上，招聘和培训高素质员工，提供5星级购物体验。最重要的是，推出有吸引力的会员制度，所有盛唐集团的业主自动成为钻石会员，享受超低折扣和专属服务。随着我每一点讲述，电话那头的许怡呼吸逐渐急促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金浩，你这是要把赵伟丽往绝路上逼啊！他一语点破我的目的。没错，这个计划表面是开创事业，实则每个环节都是对伟丽超市的降维打击。品牌定位上，用高品质碾压它的低价；客户群方面，直接锁定盛唐业主，挖走他梦寐以求的优质客户。供应链上，利用盛唐体量优势，拿到更低的价格和更好的货源，挤压他靠压榨供应商得来的利润空间。成本上，我的店面现成，他却要承担刚性租金，这根本不是公平竞争，这是盛唐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对一个地方小超市蓄谋已久的绞杀。他不是有点钱就不可一世吗？我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我要让他在他最得意的领域常常被彻底击垮是什么滋味。我不光要让他破产，还要让他负债累累。我要让苏晴亲眼看住他抛弃我选的那个豪门是怎么在我手里一步步走向覆灭的。电话那头，许怡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的声音转来，带住欣赏，还有一丝心疼。行，我支持你，明天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开项目启动会，启动资金我先从个人账户给你批1个亿。第二天上午9点，我准时出现在盛唐集团大厦许怡的办公室。
他已经把投资部、市场部和法务部的几个核心高管召集到会议室等我。这速度不愧是盛唐速度，我把连夜赶出来的更详细的项目计划书一份份分发给众人。整个会议持续了2个小时，我从市场分析讲到品牌定位，又说到运营模式、财务预测，把我的商业构想清晰的摆在这些业界精英面前。一开始他们看我的眼神还带住审视和客气，毕竟都知道我是徐总监的先生。但随着我讲述，他们的眼神变了，先是惊讶，然后变成赞赏，最后满是兴奋。他们都是行家，自然看得出来我这计划背后巨大的商业价值，以及那份对特定目标的精准打击。市场部总监，一个40多岁的干练女人，推了推眼镜，犀利发问：金总，恕我直言，您这模式几乎完美抓住了目前市场上所有社区零售的痛点，但启动成本和运营成本会非常高，尤其是前期烧钱获客阶段，您对盈利周期怎么预估？我直截了当的说，我不考虑短期盈利，我的目标是3个月内彻底占领本市高端社区零售市场，把市场占有率做到80%以上，前期可以不计成本。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不计成本，这得是多大的气魄。会议室里，许怡端坐在主位，嘴角噙住一抹洞悉一切的浅笑。他清楚我绝非空口说大话，有沈家撑腰，我有足够的底气。投资部总监身体前倾，目光聚焦在我身上发问：金总，竞争对手分析过了吗？我轻点鼠标，打开 PPT， 屏幕亮起伟力连锁超市那个土里土气的 logo， 映入众人眼帘。我双手抱胸，语调轻松，咱们主要的也是唯一拿来练手的目标就是它。练手2字轻飘飘吐出，却满是舍我其谁的自信。我站起身，走到屏幕旁，指点住说：我测算过，只要咱们第1家旗舰店开业，再配合线上 APP 推广活动，伟力超市当月营业额至少跌 30%，3个月内他那7家门店全部会陷入亏损，半年内资金链必然断裂。我顿了顿，眼神冰冷，到时候要么低价收购他全部门店和渠道，完成中低端市场布局，要么让他直接破产清算。我个人更倾向后者。我的话落地，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温度骤降。那些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们纷纷坐直身子，眼神中满是震惊。他们从我的话里嗅到了浓浓的杀气，他们这才意识到，这场会不只是新项目启动会，更是一场复仇的开端。会议结束，项目全票通过。许怡双手一拍，当场决定成立独立项目组，任命我为 CEO， 全面负责，同时要求盛唐集团各部门全力配合。品牌名我早就想好了，就叫优选家。走出会议室，许怡与我并肩走向电梯，他侧过头，嘴角上扬，感觉怎么样？我深吸一口气，胸膛微微起伏，爽。这种手握资源、掌控全域性，将对手命运玩弄于股掌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许怡抬手帮我整理领带，动作轻柔，这才刚开始，等你把赵伟丽踩在脚下，会更爽。电梯门缓缓打开，他对我眨了眨眼，俏皮又充满鼓励。去吧，我的 CEO， 打一场漂亮仗。我嘴角上扬，迈进电梯，双拳不自觉握紧，心中斗志熊熊燃烧。接下来1个月，我吃住都在公司。在盛唐集团强大资源的支持下，优选家项目一路狂奔，进展速度快得惊人。品牌注册、公司成立、团队搭建、APP 开发、供应链整合，还有旗舰店的选址与装修，每一项事务都在高效推进，一切有条不紊。而远在另一个世界的赵伟丽和苏晴对此毫无察觉。赵伟丽还沉浸在打跑情敌、教训不听话老婆的沾沾自喜中，脸上挂住得意的笑。苏晴被赵伟丽一顿毒打和羞辱后，眼神黯淡，每天乖乖在家，像个温顺的受气小媳妇。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赵伟丽身上，眼巴巴盼住她能信守承诺，带自己过上豪门生活。他们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没注意到一张为他们量身定制的大网已悄然张开。1个月后，优选家第1家旗舰店在盛唐集团旗下最高端的楼盘锦兰华府的商业街开业。开业那天，我没搞什么夸张的剪彩仪式，只让盛唐的物业系统给所有业主推送了一条消息：优选家锦兰华府店今日开业，盛唐业主凭身份认证，全场商品5折优惠，另送价值1888元储值卡，线上 APP 下单，半小时内送达，新用户首单免费。消息发出10分钟内，优选家的 APP 下载量就突破了1万。
实体店里人挤得满满当当，那些对价格不敏感，但对品质和服务要求极高的富裕阶层，走进窗明几净的优选家，看到新鲜优质的商品，感受住热情专业的服务，眼睛都亮了，很快就抛弃了之前常去的进口超市。一场商战正式打响。与此同时，另一场无声的战斗也在进行。我让法务部列了一份名单，是给伟丽超市供货但信誉和资质有问题的供应商。然后我联系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朋友，对这些供应商进行例行检查。这一查，问题全暴露了：过期食品翻新卖，伪造进口标签，卫生条件差。这些供应商很快被查封，还被处以巨额罚款。作为销售方的伟丽超市，自然也逃不掉面临高额罚单和信誉危机。赵伟丽的供应链一夜之间断了1/3，他像只无头苍蝇，在供应商的圈子里乱撞。那些有点规模和口碑的供应商都被优选家用独家合作协议绑得死死的，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和一些小作坊达成供货协议。那些作坊里机器轰鸣，灰尘弥漫，生产出的商品质量可想而知。商品品质下降，顾客投诉增多，超市的生意一落千丈，恶性循环就此拉开帷幕。就在赵伟丽抓住头发，在办公室里焦头烂额时，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在门口，是王涛，那个在同学会上像只骄傲孔雀，对我冷嘲热讽，对许怡言语轻佻的家伙。他也是赵伟丽的建材供应商之一，但今天来不是送货，是讨债。王涛弯住腰，双手搓动，脸上堆满讨好的笑，站在赵伟丽办公桌前，声音带住哭腔：赵总，我那批瓷砖的尾款38万，您看什么时候结一下？我底下工人还眼巴巴等住发工资呢。赵伟丽正为供应商被查封，超市被罚款的事焦头烂额，不耐烦的挥手：知道了，催什么催，少不了你的。赵总，我是真的急啊。王涛眼睛泛红，声音颤抖，其他工地说我供的货质量有问题，合同都停了，银行那边还催住贷款，我资金链马上就断了。赵伟丽猛地抬头，双眼圆睁，死死盯住王涛：你说其他工地也停了你的货？是啊。王涛哭丧住脸，都说我以次充好，可我哪敢啊，我怀疑有人整我。赵伟丽的心猛地一沉，后背发凉。一个供应商出事可能是巧合，一批供应商同时出事，事情没那么简单。再加上自己超市的烂摊子，他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这一切。滚！赵伟丽怒吼，没钱，要命有一条。王涛被吼得一哆嗦，随即火气上涌：赵总，咱们签了合同的，你再不还钱，我去法院告你。告我？你去啊。赵伟丽冷笑，站起身，一脚踹向王涛肚子。王涛被踹倒在地，双手捂住肚子，半天爬不起来，眼神里满是恐惧和悔恨。王涛从赵伟丽公司出来，脚步踉跄，他边走边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想起同学会上许怡的名片，盛唐集团投资部副总监，又想起金浩离开时那个冰冷的眼神，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中炸开。他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前，双手不受控制的颤抖住，好不容易才从通讯录里翻出那个存了很久却从未打过的号码。这个号码此刻成了他在绝境中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电话接通，听筒里很快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喂，那是我的声音，波澜不惊。金总。王涛的声音带住哭腔，音调都变了。浩哥，是我，王涛啊，有事。我的回音简洁冷淡。王涛急切地说：浩哥，我错了，同学会那天是我没长眼，狗嘴里吐不出好话，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这都快破产了，银行要抽贷，工地全停了，赵伟丽那孙子还欠我30多万不给，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听住他带住哭腔的诉说，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冷笑。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淡淡的反问。有关系，肯定有关系。王涛猛地站起身，双手紧紧攥住手机。浩哥，我知道，这都是您在背后使力，您神通广大，求求您高抬贵手，饶我一马吧。只要您能放过我，让我做什么都行。为了活下去，他此刻连最后的尊严都顾不上了。做什么都行。我玩味的重复。对，做什么都行。王涛的声音里满是决绝。好啊，我轻笑一声。声音透过电话，仿佛带住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赵伟丽欠你38万是吧？我不仅帮你把这笔钱要回来，我再多给你38万。王涛先是一愣，紧接住眼睛瞪大，脸上露出狂喜的神情，声音都有些颤抖。真的，浩哥，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您让我做什么？
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皱一下眉头。不用上刀山，也不用下火海。我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我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你去法院起诉赵伟丽，申请财产保全，然后找几个记者，把你被赵伟丽殴打，以及他拖欠供应商货款濒临破产的消息捅出去。我要让伟丽超市资金链断裂的新闻，明天一早出现在本市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电话那头的王涛沉默了，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我是要他当那颗点燃火药桶的火星，把赵伟丽往死里整。怎么不敢？我讥诮地问。不，敢，我当然敢。王涛咬了咬牙，声音中带住一丝狠劲儿。反正已经和赵伟丽撕破脸，倒不如彻底跟我站在一边，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他攥紧手机，语气坚定，浩哥您放心，这事我一定办得漂亮。挂了电话，我望住窗外浓稠如墨的夜色，眼神深邃。赵伟丽，这只是前菜，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第二天，这座城市被铺天盖地的新闻淹没。京报知名连锁超市伟丽资金链断裂，老板暴打供应商，拖欠百万货款。昔日零售黑马濒临倒闭。记者调查，伟丽超市多门店缺货，疑似供应商集体断供。新闻里配注王涛在医院验伤的照片，还有他对驻记者哭诉被赵伟丽殴打拖欠货款的视频。消息一出，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浪。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小供应商看到新闻，瞬间炸了锅。他们害怕赵伟丽破产跑路，自己血本无归，于是成群结队的涌向伟丽超市总部。他们围堵在门口，拉住横幅，扯住嗓子高喊：赵伟丽，还我血汗钱！银行也迅速做出反应，看到新闻，他们立刻判定伟丽超市经营风险巨大。为了控制坏账，银行紧急派人上门，要求赵伟丽立刻偿还所有到期和未到期的贷款，否则就查封他的资产。墙倒众人推，仅仅一天，赵伟丽就从人人羡慕的赵总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公司的电话被打爆，手机也响个不停，全是催债的。他想找人帮忙，可那些昔日称兄道弟的朋友，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此时，苏晴在家看到新闻，整个人呆住了。他眼睛瞪得老大，嘴唇微微颤抖，随后猛地冲出门，直奔公司。到了公司，他看到的是被供应商和银行催债人员围得水泄不通的混乱场面。赵伟丽像一头困兽，在办公室里疯狂地砸住东西，嘴里不停地咒骂。最后，他瘫倒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嘴里喃喃住：完了，全完了。苏晴冲进去，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声音颤抖地问：伟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新闻上说的都是假的，对吧？赵伟丽缓缓抬起头，布满血丝的双眼直直盯住苏晴。突然，他咧开嘴，发出神经质的怪笑：假的，我倒判注是假的。他豁然起身，一个箭步冲到苏晴面前，伸出手狠狠掐住她的脖子，将她狠狠按在墙上。他面目扭曲，牙齿咬得卡卡作响，嘶声吼道：都怪你，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你去招惹金浩，我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肯定是他干的，这个混蛋，他要毁了我。苏晴被掐得喘不过气，脸长得通红，眼中满是惊恐，喉咙里挤出微弱的声音：不关我事，不关你事。赵伟丽双眼圆睁，恨意仿佛要从眼中喷出来。他松开苏晴，嘴角勾起扭曲恶毒的笑，走到抽屉前，猛地拉开抽屉，伸手抓起一把闪住寒光的淡黄刀。他让我就让他妻离子散。苏晴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赵伟丽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手中的淡黄刀，像冰冷的蛇爬上他的脊背。他声音颤抖，带住哭腔哀求：不，伟丽，别做傻事，杀人犯法。说住，他扑过去抱住赵伟丽的腿。赵伟丽一脚将他踹开，眼神癫狂，大喊：犯法！我现在一无所有，还怕犯法？是那贱人和他拼头逼我的，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将刀塞进兜里，脚步踉跄地冲出门。苏晴望住他的背影，只觉浑身发冷。他知道赵伟丽疯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要去伤害许怡，这个念头如一道闪电击中他。要是许怡出事，以沈家的权势，赵伟丽必死无疑，而他作为赵伟丽的妻子，也难辞其咎。到时候不只是破产，而是牢狱之灾，万劫不复。求生的欲望让他从地上爬起来，他双手颤抖住，掏出手机，平生第一次主动拨通我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就在他以为我不会接时，电话那头传来我的声音，依旧平静：喂，金浩，快
快去保护许怡。苏晴的声音因极度恐惧而变得尖锐扭曲。赵伟丽，他疯了，拿住刀去找许怡，要和你们同归于尽。我的心口猛地一紧，太阳穴突突跳动。虽然明知赵伟丽被逼到绝路可能会狗急跳墙，也提前让许怡加强了安保，可听到苏晴这话，后颈还是窜过一阵寒意。他在哪？我的声音冷得像冰碴子。不知道，刚从公司冲出去。我不再废话，挂断电话，边拨许怡安保队长的号码，边大步冲向停车场，每一步都踏得又急又重，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老张，启动最高级别安保预案，赵伟丽可能持刀去盛唐集团，封锁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许靠近徐总办公室。我马上到。收到，金总。钻进车里，我狠狠踩下油门，车子如脱缰野马般冲进车流。我紧握方向盘，指节泛白，大脑却异常冷静，只有一个念头：许怡不能出事。与此同时，盛唐集团大厦楼下，赵伟丽开住那辆被银行标记为抵押物的宝马，像疯牛般冲上台阶，撞倒花坛才停下来。他推开车门，手指死死攥住弹簧刀，双眼布满血丝，咆哮住冲向大厦。许怡，金浩，滚出来！门口保安立刻上前阻拦，先生，这里不能停车，请马上离开，滚开！赵伟丽挥舞住刀，保安见他持刀，脸色骤变，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支援，一边试图用防爆叉控制他。可此时的赵伟丽已彻底疯狂，他脖子上青筋暴起，胀住一股蛮劲，猛地甩开保安的钳制，冲进金碧辉煌的大厅。大厅里的员工和访客见状，尖叫声此起彼伏，像炸了窝的蜜蜂般四散奔逃，整个大厅瞬间乱成一锅粥。更多保安从四面八方赶来，手持盾牌和警棍，将赵伟丽团团围住。安保队长厉声喝道：“放下武器，否则不客气！”赵伟丽喘住粗气，眼睛瞪得像铜铃，让许怡下来见我。他紧握住刀，脚步重重踏在地面，一步一步朝住电梯口逼去，声嘶力竭的吼道：“不然我见一个捅一个！”很明显，他是想劫持人质。安保队长眉头紧皱，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知道，一旦让赵伟丽冲上楼，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他一边给手下使眼色，让他们稳住赵伟丽，一边悄悄抬手打了个手势，示意埋伏在侧翼的两个保安准备好电击枪。就在这紧张到让人窒息的时刻，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赵伟丽身后响起：“赵伟丽！”赵伟丽浑身瞬间僵硬，脖子像生锈的齿轮缓缓转动。他看到我正从大厦旋转门外一步一步走来，我的脸如同石雕，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睛里燃烧住足以焚毁一切的怒火。我盯住他，一字一顿地说：“你的对手是我，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金浩，赵伟丽一看到我，仇恨瞬间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他嘶吼住，放弃了冲向电梯的念头，挥舞住刀，像一头疯牛般朝我猛扑过来。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惊呼声，保安们也急忙要冲上前。我低喝一声：“都别动！”然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冷冷的看住那个面目扭曲像疯子一样冲过来的赵伟丽。当他手中的刀离我的胸口不到半米时，我动了，身体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微微侧开，精准的躲开了他刺来的刀锋，同时右手如闪电般探出，扣住他持刀的手腕，狠狠一拧。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格外清晰。啊！赵伟丽发出一声惨叫，手中的弹簧刀哐当一声掉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还没等他缓过神，我的左手已经掐住他的喉咙，将他整个人狠狠地灌在旁边冰冷的墙壁上。砰一声巨响，整个墙面都仿佛震动了一下。赵伟丽的后脑勺重重撞在坚硬的墙壁上，眼前一黑，瞬间没了力气，像一滩烂泥般顺筑墙壁滑落在地。我松开手，居高临下的看住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说完，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一眼。安保人员一窝蜂的冲上去，将瘫在地上疼得直哼哼的赵伟丽牢牢制住。我大步迈向电梯，手指按下顶层按钮，电梯门缓缓划开。许怡站在里面，她脸色泛白，眼神却依旧沉稳。瞧见我毫发无损，她紧绷的身子这才松弛下来。你没事吧？她快步迎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我没事。我反手握住她冰冷的手，将她紧紧搂进怀里。直到这时，我才发觉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我在她耳边轻声说。许怡把脸埋在我胸口，声音带住哭腔。我不是怕她，
我是怕你出事。我抱住他，心脏仍在狂跳，后怕过后，满腔怒火腾的升起。赵伟丽，他彻底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他必须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很快，警察赶到，把赵伟丽押上警车，持刀闯入盛唐集团，蓄意伤人，证据确凿，他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苏晴作为赵伟丽的妻子，知情不报，她只通知了我，没报警，也被带走协助调查。我望住警车呼啸而去，知道这事还没完。赵伟丽倒了，但苏晴欠我的远没有还清。我掏出手机，拨通许怡法务总监的电话。陈律师，帮我个忙，我要起诉苏晴。诉讼请求不是离婚损害赔偿，也不是精神损失费，我要他偿还我们婚姻存续期间我为他花的所有的钱，以及我送他的全部财产，我要让他净身出户。陈律师办事效率极高，作为盛唐集团的首席法务官，处理这种民事诉讼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他迅速组建了一支顶尖律师团队，开始搜集我和苏晴婚姻期间的所有证据，银行流水、信用卡账单、购物凭证、转账记录，每一笔我为他花的钱，小到几百块的衣服，大到几万块的包，还有那套公寓的首付款都被详细罗列，堆成了厚厚一叠证据材料。看到那最终会总出的数字，我身体猛地一震，连呼吸都瞬间停滞。5年的婚姻，不算平日里零零碎碎的花销，单是有记录的大额消费和赠与，竟高达300多万。这里面还有我父母当初支援我们买房的那50万。曾经我觉得男人为自己女人花钱天经地义，只要她开心，付出一切都值得。现在想来，真是愚不可及。我倾其所有给了她，可在我最落魄、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连一个关切的眼神都没留下。金总，按我国婚姻法相关规定，夫妻一方赠与，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像苏女士这样，在婚姻中过错明显，还给您造成了巨大伤害，我们有把握说服法官支持全部诉求。陈律师在电话那头，声音沉稳而自信。尤其赵伟丽持刀伤人这个案子，苏女士作为配偶有间接责任，道德和法律上都处于劣势，现在起诉，时机最佳。好，我嘴唇微动，只吐出一个字，我只要结果。明白。法院传票很快送到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苏晴手中，他目光扫过诉讼请求上一条条冰冷的款项，以及那数百万的总金额，双眼瞬间瞪得滚圆，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他本以为赵伟丽进去了，自己顶多受点牵连，受场惊吓，怎么也没想到，等来的不是我的原谅，而是最无情、最彻底的清算。不可能，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凭什么要回去？拘留室里，苏晴头发凌乱，双手疯狂挥舞，对助律师歇斯底里的尖叫。他的律师是临时指派的法律援助律师，翻看我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后，无奈的摇了摇头。苏女士，情况对您非常不利，您和金先生离婚是您主动提出的，而且您是过错方，现在您的现任丈夫又威胁金先生家人，无论法律还是道义上，您都站不住脚，而且金先生聘请的是陈启明大律师团队，业内顶尖，我们几乎没有胜算，那我怎么办？我哪儿有那么多钱还给他？苏晴身体瘫软下来，双手抱头，声音带住哭腔。赵伟丽的公司彻底垮了，银行正在清算资产，他自己都负债累累，更别提偿还债务。苏晴这些年养尊处优惯了，兜里一分积蓄都没有，他名下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父母留给他的那套老房子，大概值200万。如果赔偿金浩，他就真的没地方住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一无所有。冷汗从他额头渗出，双手不自觉地揪住头发，恐惧如潮水般将他淹没。他疯了似的掏出手机，手指颤抖住拨通我的电话，那边却传来冰冷的忙音，又赶忙发信息，字里行间满是忏悔。金浩，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放过我吧，那笔钱我实在还不上，撤了诉讼好不好？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我不想一无所有，不想流落街头，求求你了。我坐在办公室，看住助理将苏晴的号码拉黑，面无表情。情分早就被他亲手斩断了，现在求饶太晚了。开庭那天我没去，我和许怡在优选家的旗舰店里四处查看，店里人来人往，货品琳琅满目。经过1个多月的运营，优选家已步入正轨，2店、3店也快开业了，营业额不断上涨，在本市高端零售市场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伟丽超市的资产清算接近尾声，我让许怡以盛唐集团子公司的名义
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了伟丽超市位置最好的3家门店，稍作改造就能变成优选家的新分店。下午4点，陈律师打来电话，我接起，听到陈律师带住笑意说：“金总，胜诉了，法官当庭宣判，支持咱们90%的诉讼请求，判决苏晴1个月内偿还您280万，逾期不还，就强制执行他名下的房产。”知道了，我平静的挂断电话。280万，刚好能让他卖掉房子，一分不剩。许怡看住我，轻声问：“开心吗？”我先是摇了摇头，随后又点了点头。谈不上开心，只是觉得一切都该划上句号了。这场由前妻掀起的闹剧，终于以他最抗拒的方式落幕。善恶终有报，天道自轮回。我没有去想苏晴听到判决时是什么神情，以后也不想知道。从此，他的世界再无我的身影，我的世界也彻底抹去了关于他的最后一丝痕迹。我伸出手，轻轻握住许怡的手，转头看向窗外，阳光明亮而温暖，洒在脸上，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冲他笑住说：“走吧，回家。老婆，今晚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许怡歪住头，食指轻点下巴，做出思索的模样：“还是番茄鸡蛋面吧。”1个月后，法院强制拍卖了苏晴名下的老房子，拍卖所得扣除诉讼费和执行费后，刚好280多万，全打进了我的账户。苏晴彻底一无所有，沦落街头。听说他父母那边的亲戚没一个愿意收留他，那个当初撺掇他和我离婚，还夸赵伟丽有本事的母亲李翠芬，得知房子被卖，女儿净身出户后，受不住打击，中风住院了。苏晴只能在医院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这些消息都是王涛告诉我的。自从他帮我点燃赵伟丽后，我兑现诺言，不仅帮他要回欠款，还通过盛唐集团的关系给他介绍了几单大生意，让他的小公司起死回生。现在他对我死心塌地，成了我最忠实的线人。电话里，王涛幸灾乐祸地说：“浩哥，您说这苏晴是不是活该？当初那么瞧不上您，现在连乞丐都不如。”我淡淡的打断他的事以后别跟我提了。对于苏晴的下场，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意，也没有半分同情。他只是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世上最公平的就是因果。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到一旁，双手搭上许怡的肩膀，一下一下专心的给他按住。他最近为了优选家的全国扩张计划忙得晕头转向，经常熬夜加班到深夜。好了，别按了。许怡蓦地转过身，纤细的手指紧紧抓住我的手，眸光轻柔又心疼的落在我脸上。我没事，你最近瘦了不少。我嘴角上扬，轻轻将他揽进怀里，这是幸福的瘦。看住咱们的事业像破土的春笋般蒸蒸日上，我高兴都来不及。半年时光悄然划过，优选家已在全国零售领域声名鹊起，10几个一线城市，100多家分店如繁星般闪耀，估值轻松突破100亿。曾经那个无人问津的小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商界备受瞩目的新贵。金总，恭喜了。许怡依偎在我怀里，俏皮的调侃：“现在外面都在转，你是100年难遇的商业奇才，白手起家，半年就缔造了100亿神话。”我低下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落下一吻。他们哪知道，我并非白手起家，我背后站住全世界最好的天使投资人。许怡被我逗得咯咯直笑，两颊泛起可爱的红晕，娇嗔道：“就会油嘴滑舌。”可他眼中满是藏不住的甜蜜。说住，他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身体微微前倾，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份烫金请柬。下周6，沈氏宗祠有祭祖典礼，我爸让你一定得去。我伸手接过请柬，手指微微一滞。沈氏宗祠的祭祖典礼，我清楚得很，那是沈家最重要、最私密的家族活动，只有沈家核心血脉亲属才有资格参加。沈董让我去，这意味着，这是我爸还有沈家所有叔伯长辈对你这个女婿最高规格的认可。许怡亮晶晶的眼眸看住我：“金浩，欢迎你正式成为沈家的一份子。”一股巨大的暖流瞬间包裹住我的心，认可这2个字在我心中重如千钧。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靠许怡、靠沈家庇护的凤凰男，我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赢得了他们所有人的尊重，成为了沈家的女婿。金浩，我重重的点了点头，手指不自觉地握紧手中的请柬。祭祖典礼那天，我身着一身量身定制的黑色中山装，和许怡一同出现在古朴庄严的沈氏宗祠。祠堂里站满了沈家的族人，个个气质不凡，为首的正是沈长山，他身旁几位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老者，
显然是沈家辈分最高的长辈。我们一走进祠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的聚焦在我身上，有审视，有好奇，但更多的是善意和接纳。沈长山对我招了招手，示意我过去。我深吸一口气，在许姨鼓励的目光中，脚步沉稳的走上前去。爸，各位叔公。我微微弯腰，恭敬的行礼。沈长山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神情，轻轻点了点头。随后，他抬起手臂，朝住那几位老者的方向示意，开始向我介绍起来。人群中，一位须发皆白、看起来资历最深的叔公站了出来，他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的踱到我跟前，目光像探照灯似的，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嘴角渐渐勾出一抹笑意。他操住一口带口音的方言，扭头对沈长山说：“长山呐，你这女婿真不错，瞧这精气神多足，浑身透出一股气魄，比照片里看住还出色。那可那我女儿挑人的眼光能差吗？”沈长山嘴角上扬，眼底满是藏不住的得意。祭祖仪式开启，繁琐又庄重的流程一项接一项，我全神贯注，亦步亦趋的跟住做，每一个动作都不敢有丝毫马虎。我迈进沈家祠堂，香烟袅袅，神龛上列祖列宗的画像庄严肃穆。我先双手捧起香，凑近烛火，看住火苗窜上香头，青烟袅袅升起，才毕恭毕敬的将香插进香炉，接住双膝跪地，缓缓俯身，额头轻触地面，行了3叩大礼，起身走到桌旁，拿起酒壶，手腕轻转，琥珀色的酒液流入酒盏，再将酒洒在地上。族谱安静的摆在桌案上，纸张微微泛黄。我深吸一口气，握住毛笔，蘸满墨汁，笔尖落在族谱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每写一笔，都像有一股力量注入身体。写完后，我盯住族谱上自己的名字，心跳加速，眼眶微微发热。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那是一个温暖且强大的所在，它是我的港湾，我可以安心停靠，同时它也需要我的守护。仪式落下帷幕，家族晚宴开场，柔和的灯光洒在宴会厅，我踏入其中，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的投来。沈家年轻一辈里，不管是自己打拼创业的，还是在家族企业里任职的，都端住酒杯，主动朝我凑过来。有人眼睛发亮，激动地说：“浩哥，早听闻您大名，我们研究过优选家的模式，实在太牛了。”我嘴角上扬，挂住恰到好处的微笑，端起酒杯，轻晃间酒水在杯中漾起微小的涟漪，目光扫过众人，率先开口：“有机会，定要好好向您取取经。”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姐夫，我是许倩，往后还得您多照应。”我微微点头，手腕轻抬，酒杯与他们的一一相碰，当的一声轻响在空气中散开，随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从容的应对住这场聚会。我想起同学会上，暖黄的灯光洒下，那时的我还是缩在角落被人无视的金浩。过去，我总试图用各种头衔、身份给自己贴上标签，仿佛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每一次，我都像个急于展示货物的小贩，把那些所谓的成就一股脑的倒出来，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可现在，我不再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装点自己，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没有那些标签的束缚，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我挺直了脊背，眼神坦然的环顾四周，不再为他人的目光而忐忑。身为许姨的丈夫、沈家的女婿以及优选家的 CEO， 在宴会进行到中途时，我瞅准一个空当，轻轻牵起许姨的手，步伐舒缓的朝住祠堂外的庭院走去，想去透透气。月光好似轻柔的纱幔，均匀的铺洒在青石板上，四周静谧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氛围美好的让人沉醉。许姨从背后悄然靠近，双臂缓缓环上我的腰，温热的气息轻拂住我的后颈。她轻声问：“在想什么？”我握住她的手，目光落在窗外繁华又宁静的街景上，思绪飘远，在想，这一切就像一场不真实的幻境。许姨将脸轻轻贴在我的背上，发丝摩挲住我的肌肤。不是幻境，这是你拼搏换来的，你应得的。我陷入沉思，刚要开口，如果没有你，话还没说完，许姨的手指轻轻按上我的嘴唇，打断我。没有如果，她的声音坚定，我们是夫妻，本就一体，你的荣耀就是我的骄傲。我转过身，双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慢慢将她拥入怀中，目光落在她微微上扬的嘴角，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我微微低头，寻找住她的唇，轻声唤她：“许姨。”她微微仰头，眼中满是温柔。“我爱你。”我将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声音低沉而深情。
他嘴角上扬，露出一抹甜美的笑。我知道。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我们要个孩子吧。他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惊喜，随后轻轻点了点头。好。月光洒落，将两个相依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